大家好，我是 Tiny，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作为一个胡迪尼自学者总结出来的学好胡迪尼的5个关键技巧。第一点，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做好电子笔记。作为一个 C4D 的从业者，过渡到胡迪尼的玩家，我习惯于将学习到的内容保存在脑子当中，但是随着胡迪尼的学习深入，我们需要记录的内容越来越多，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记忆是越来越不牢靠，所以这个时候做笔记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非常大的助力。基于胡迪尼节点式的工作逻辑，我们只需要记录非常少的内容，加上我们当时学习工作的工程文件，就可以把我们曾经熟练掌握的技能保存在笔记当中。这一点非常适合我的一个工作环境和工作的逻辑，因为我不太习惯于记录的非常清，笔记记录的非常的清晰，记得太多容易产生逆反，而且我很难回头去仔细的去观看这些笔记。对于胡迪尼来说，这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要点，我们可以直接在文件当中就做好记录。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一定要把工程文件保存下来，只有带工程文件，我们回头去搜索这个知识点的时候，通过它很清晰的一个节点逻辑，我们就能很快的回溯我们当时在工作学习的过程中的整个流程。第三点就是我们的笔记内容标题要与检索高度相关，这样我们在后期去检索我想要的内容的时候，会非常快的定位到我们想要的内容。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使用在线笔记。在线笔记就是方便我们很快的去同步在工作和家里面的一个笔记内容，而且它能够方便我们去把做好记录的这些文件工程同步上传到笔记当中。然后我的工作当中平时使用的比较多的还是有道云笔记，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的，我要使用一个 Vellum 气球的一个特效，然后我就会直接在这个搜索框中输入我们想要的那个内容，然后它就会出现相关的一些当时做好的笔记。比如说像这个笔记就是一个气球充满这个容器，并且我也会把相关的这个文件保存下来。同步的，我会把在这节笔记当中我学习到的一个重点记录下来，配附有一些关键的一些截图。如果我们想更详细的了解这个流程当中是怎么实现的，我们可以把这个文件下载到本地，然后打开看一下整个工作流程。胡迪尼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办法，一个使用的方法，就是它可以直接复用。比如说我们在整个工作流程当中搭建了这样一套节点逻辑，我们可以把在当前这个文件当中的文件节点整个的 Ctrl+C 复制下来，直接 Ctrl+V 到我们想要的这个工程当中来。比如说我现在有2个文件，我当下建立了这样一个物体，然后这样一个整个的工作一个环境，我们把这一套 Ctrl+C 一下，在新的工程文件当中 Ctrl+V， 你看它同样的就把整个的一个节点逻辑都会给你保存下来。这一点在很多的软件当中可能就是没办法实现，它是整个逻辑都给你复制过来。这也是我们使用胡迪尼做笔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然后笔记软件的话，我使用的不太多，主要以有道云为主。另外大家
同事朋友用的比较多的 Notion 印象笔记，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有道于由于我是在中国大陆地区，所以比较适合我当前的一个网络环境，它可以同步上传我们的工程文件，开会员之后它有足够大的容量。Notion 这一方面的话我用的不多，但是据我了解，它可以非常清晰的记录整个逻辑，就是你的笔记的逻辑可以记录的非常的清晰。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笔记软件，比如 Notability、Obsidian， 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尝试一下。第二点就是我们学习一定不要系统的学，要按需学习。Houdini它整个的系统特别的庞大，你如果想就拿 VEX 来说的话，到目前为止其实很多的 VEX 知识我也并没有掌握比如说数列呀这一块我其实了解的并不是太清晰。我通常情况下我都是按需学习，或者说在工作学习的过程中遇到了某个函数，我再会去了解去深究它到底是怎么使用。记得太多学的太多的话，本身基于Houdini的一个高难度的一个入门门槛，你学习的太多的话，它给你的正反馈其实比较少的。所以你最好是你当前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直接去搜索相关的一些学习的课程，然后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做好笔记。第三点，尽可能多的看跟Houdini相关的内容。这个所谓的看这个内容，并不是说你要把我们在网上接触到跟Houdini相关的一些教程每一个都详细的精读完，这个看类似于我们的泛读，就是你需要对这个看到的内容要有印象，甚至你这个印象你只需要做好笔记就够了。这样就是说后期的话，我们需要制作某个效果的话，我们可以去检索，在脑子里面或者在笔记当中检索到我们曾经看过的这个内容，这个时候再去看教程学习就会比较的方便。所以这一步对我们来说的话，就是需要我们要有一个印象，尤其是对于特效师而言，你在工作中遇到的特效的种类千万，我们只有接触相当多的Houdini的内容，我们在后期遇到情况的话，我们就可以去脑子里面去笔记当中去搜索，然后飞快的临时去学习就足够了。所以那么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哪些网站去了解这个Houdini相关内容呢？我推荐的一个是官方的一个网站，就是 SideFX， 一个是从它的这个学习的一个 library， 比如说我们想要学习一个 Vellum 教程，应该是在这边，它就会出现相对的这些。然后如果是一些流体的话，通常官方的教程都是免费的，而且是一些相对而言比较质量比较高的一些教程。另外就是官方的一些讲座 community 这里面他会分享一些讲座的内容，或者我们直接在 YouTube 网站上面搜索Houdini相关，他在Houdini的官方频道里面也会将讲座的一些内容放出来，同时他也会发布一些比较系统的教程。另外Houdini上也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个人频道，他们都会分享一些比较优质的教程内容。哔哩哔哩网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国内的一些优秀的作者也会分享相关的教程。第四点就是多阅读官方文档。这阅读官方文档并不是让我们从头到尾的去将官方的这个文档的内容去看一遍，而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或者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遇到某个不理解的参数、不理解的节点，
我们去使用文档来帮助我们去理解。举个例子，我们当前在这个节点，我们不太理解这个参数是什么作用，我们将鼠标放到这个位置，或者直接在这边点击这个问号，它会将我们这个网页直接引导到官方教程的对应位置，查找这个节点。我们可以直接搜索 Surface Radius， 按住 Ctrl F Search Radius， 它就会将该参数的具体功能展示下来。同样的，如果我们是使用 Vex， 我们遇到了这个 Vex 函数，我们不知道它是怎样使用，或者说它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作用，我们刚将鼠标放在这儿，然后再按一下按盘键盘上的 F1， 它会直接指导我们的Houdini的官方文档的对应的这个 Vex 函数的一个解释，它上面有一个详细的对这个函数的运用跟讲解。这一点我认为它是比其他的软件做的都要好的一个官方文档。所以对于自学者来说，这些官方文档是帮助我们理解相关的参数节点的最好的方式，可以说没有之一。因为官方文档它会把每一个具体的参数都会解释一遍。最后一点就是利用 AI 来解决问题。这个 AI 是当前是比较流行的一种工作模式，但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我们要做的就是利用 AI 来帮助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说平常生活当中我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豆包的 AI。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那个风扇那个新手教程当中，我就是演示了如何去查找函数来实现求取角度的一个方法，就是通过 AI 去实现的。另外国内的话我用的最多的是豆包，然后其次我用的就是 ChatGPT 用的比较多。当前 AI 发展如此迅猛的情况下，我们要做的是更好的去利用它来帮助我们提高工作效率，而不是惧怕它。这就是我总结的5个学习Houdini的关键技巧，希望对你有帮助。谢谢。